第322章评价。巨大的广场，除了萧炎那略微有些虚弱的朗笑声外，便是再没有了其他杂音。所有听说过三文清灵丹这个名头的人，都是满脸错愕望着场中的青年。谁能想到，在这最后关头，这个外貌平凡的青年，竟然是真的凭借一己之力，将那即将跑到国外去的冠军之位给生生的拉了回来。老天，他竟然是在炼制三文清灵丹，难怪要几次转换火焰。仙手不由自主地捂着嘴，小公主的声音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惊骇。身为一名炼药师，她比那些观众更加清楚地明白这东西的失败率以及炼制难度究竟有多恐怖。这个家伙居然还隐藏着第三种火焰。柳林嘴角抽搐着，眼中有着难以掩饰的震惊。想要炼制出三文清灵丹，便是需要3种不同的火焰，而前面萧炎所使用的火焰却只有那青色以及紫色火焰。很明显，后者将实力隐藏到了最后一步。事情忽然峰回路转的到了这一步，小公主等人也是彻底的知晓，若是萧炎手中的丹药真是三文清灵丹的话，那么这次的大会冠军绝对便是会稳稳的落在后者手中。毕竟虽然紫心破障丹能够接连服用2次，可三文清灵丹的那种能够一跃3星的强烈诱惑，却是将会让的任何人愿意为之冒险。2文的清灵丹若是与紫心破障丹相比，恐怕很多人会因为两者所带来的提升相同，可代价却不同的原因而选择后者。可如果将前者改换成三文清灵丹，那么结果则又将会大不一样。为了这个3星连跳的诱惑，很多人会选择冒险一试。虽然两者间仅仅相差1星之效，可要知道三文清灵丹对斗灵级别的强者依然有效，而反观那紫心破障丹却是仅仅只能作用于大斗师，因此在这一点上，它便是逊色了三文清灵丹不止一筹。所以这2种丹药的比较，无疑将会是三文清灵丹取得胜利。因此此次的冠军，萧炎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高台上，法玛虚眯着眼睛，可任谁都能从那平日里总是布满着淡然的眼瞳中瞧出难以掩饰的笑意，开怀地大笑了几声。法玛目光再度扫在广场中，瞥了一眼那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惨白的严厉，笑盈盈的道：三文清灵丹与紫心破障丹，想必在座的各位应该听过，那么关于他们谁优谁劣，我也就不必详说了吧。哼，既然如此，那么我便宣布这一届加玛帝国炼药师大会的冠军所属者。等一下，听得那响起在耳边的刺耳声音，那脸色惨白的严厉忽然抬头尖声叫道。被打断了话语，法玛眉头微皱，淡淡的瞥着那脸色惨白双眼赤红的严厉，冷声道：你有何事？我不信他炼制出了真正的三文清灵丹，我要亲自检查。手指指向萧炎，严厉大喝道：抱歉，按照大会规矩，你并没有权利检查别的参赛者所炼制出来的丹药。摇了摇头，法玛淡漠的道：嘿，万一他随便拿出一枚外形和三文清灵丹差不多的丹药便是来充数，难道这也让他成为冠军？哼，我看你是因为我并非加玛帝国的人，方才这般刁难。不过今日在场的这么多人，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加玛炼药师公会仗着主办方权力禁止检查丹药的事也会传遍大陆了，到时候严厉冷笑道。严厉的话刚落，周围的观众席上便是响起了许些窃窃私语。按照常理来说，严厉这个要求也并不算太过分。听得周围传来的窃窃私语，法玛脸色微沉，他没想到这个家伙到了这种时候还冥顽不灵。等大会结束后，最好一出帝都就找个机会把这人渣给家老双手插在袖间，低声喃喃道：他若是能活着离开加玛帝国，我也不用再做这个会长了。法玛嘴唇微微蠕动着，轻声中充斥着难以掩饰的森冷杀意，能够将一直保持着和善的法玛逼到这般地步，看来他是真正的被严厉给激怒了。现在怎么办？真要检查吗？万一炎萧的丹药真有点问题，虽说那种几率很小，可现在的这种局面可由不得出半点差错啊。家老迟疑地问道。法玛沉默，虽然他对萧炎有着一些信心，可刚才要顶爆炸之时，谁能肯定爆炸冲击是否对丹药内部造成了什么损害？
法马会长，既然他需要检查的话，那么便让他检查吧，不然的话倒是显得我们心虚了。萧炎忽然抬起头，对着犹豫不决的法马等人微笑道。听得萧炎的话，法马一愣，望着那张微笑的面庞，略微沉吟了一下，方才无奈道：好吧，那就检查一下，不过这检查之人并不可能是严厉本人，按照大会明文规定，同为参赛者并没有资格与权利去检查别人的炼丹成果。检查程序就从工会长老中挑出几位，当然检查人全部由我们工会所组成，那自然是有些不妥，所以我们会再从一些在帝国内拥有着名声不错的自由炼药师中选出几名大师，让他们在这大庭广众下共同来检查他们的炼丹成果吧，各位应该能够相信吧。闻言，严厉脸色微沉，虽然想再度说话，可却是强行忍了下来。现在的他也只是因为借助着周围观众来施压，方才使得法马派人成立检查团，而若是再度继续刁难的话，那么周围的观众恐怕也能看出他的花招了，到时候群起激愤之下，遭殃的还是自己。我就不信经历了药鼎爆炸，你的丹药会没有半点损害。咬着牙，严厉恶狠狠地盯着不远处的萧炎，那模样犹如一头孤注一掷的饿狼。在将检查规矩定下来之后不久，一队7人组的检查队便是从高台上行下。这7人大多都是在加玛帝国内拥有着不小名声的炼药大师，等级基本都在4品左右，因此由他们来作为检查员倒是没多少人有异议。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7人缓缓走进广场。萧炎目光扫了扫，有些错愕地发现那领头之人竟然便是奥托。检查组先是来到严厉身旁，从他手中将紫心破障丹取了过去，然后各自围成一团，使用这自身的灵魂感知力探测着丹药的品阶以及是否有着缺陷。检查持续了将近5分钟，奥托拿回丹药，将之丢回给了严厉，然后抬头对着两边的席位淡淡的道：紫心破障丹成功，并未缺陷。哼，这还需要你们废话？赶紧过去检查那家伙的3文清灵丹。握着丹药，严厉不耐地催促道。奥托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眼角瞟过被他握在手中的紫心破障丹，嘴角忽然拉起一个不可察觉的诡异弧度。在将严厉的丹药检查完毕之后，奥托等人又是依次检验了一下那些愿意拿出炼制丹药的参赛者，其中也包括了小公主以及柳灵，而他们的丹药除了色泽略微有些不太精纯之外，皆是并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将小公主的丹药检查完毕，检查队终于是在万众瞩目下来到了萧炎的石台之前。对着奥托轻笑了笑，萧炎将手中的3文清灵丹递了过去，前者双手接过，低声道：好样的，小家伙，干得不错。接过丹药后，奥托7人便又是围成了小圆圈，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个的仔细传看着，脸庞之上的表情略微有些凝重。莫老，这次便由你来宣布吧。丹药传递了一圈之后，再度回到奥托手中，后者忽然微笑着对一名头发雪白的老者笑道。这位被称为莫老的老者，虽然并不属于炼药师公会，可在加玛帝国的名声却是颇为响亮，因为他也正好是炼药师大会某一届的冠军。唉，不佩服不行啊，看了这么多届的大会，这一届最是让人惊心动魄。白发老者叹息着摇了摇头，然后面向观众席，略微沉默了一会，方才淡笑道：检查已经完毕，虽然说出来有些丢人，不过我倒是无所谓。这位严潇小友所炼制的3文清灵丹，即使是我也根本没可能炼制到他这般完美。小家伙虽然年纪轻轻，可却是潜力无限，我想日后超越古河指日可待。白发老者这番突如其来的评语，直接是让的整个广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是满脸错愕地望着那同样是因为老者的评价而一脸愣然的萧炎身上。丹王古河在加玛帝国的地位，那几乎是位于巅峰，在无数初出茅庐的炼药师眼中，那是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山。而现在，前者居然便是当着上万人的面，郑重地宣布一个年仅20左右的青年将会超越那座难以攀登的高山。不管原因如何，炎萧之名至今以后恐怕将会真正的
名震整个加玛帝国。